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潞州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小程，行了，你不累啊？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再让我飞10天也行。调速280度。280度，标定。证实。出颠簸区。客舱请完成下降准备。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我们的航班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在潞州国际机场，潞州当地时间19点50分，预计落地时间20点20分。潞州机场天气为小雨，温度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降过程中预计会有轻到中度的颠簸，请您尽快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ur flight expected to land at Lu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30 minutes. Now it is 7:50 p.m. Beijing time, and we will be landing at 8:20 p.m. At Luzhou Airport, it's light rainy now.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0 degrees Celsius and 68 degrees Fahrenheit. During our descent, we may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 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 Thank you.姐夫，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回去得好好休息休息。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1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姜部长落地再聊吧。可算要落地了。不能落。气象雷达显示，潞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TAF 显示，今晚8点30分，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没那么严重吧？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潞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东发动度13米每秒，可以落地。可以落地。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速飞。金翼20，金翼20，正上升。收轮。塔台，潞州80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00米，在6点上空进行标准等待。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立成啊，姐夫，看见没？要想做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是姐夫，姐夫说的对。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啊！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落。潞州838，刚进天管局报告，前机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行进，在潞州落地吗？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近潞州838。收到，潞州838，下高度6000米。下高度6000米，潞州838。 600019拐证实。 600019拐调定。19拐6000证实。高度曾改变。油门回收 ，MCP 速度。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准备降落，下滑道截获，证实。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定，证实。放轮。潞州826，风向东5度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跑道35左可以落地，潞州826。 收到，潞州826。哎呀，这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哟，有这么大胆，现在还敢落？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货运部的。 赶在了机场关闭前最后1分钟降落，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一讲。收学费。应该祝贺你，潇潇，飞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老蔡，这些年谢谢你。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你等着，下次。 我带着4道杠见您，太羡慕你了，4道杠。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哎，算了，什么算了？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好嘞，好嘞。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哎，注意你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 ，Welcome to China。来，我们看这。亲爱的程潇宝贝，生日快乐哟！恭喜你又年轻1岁，哈哈！本来昨天过0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喽，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呵呵。 喂，我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2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我周末有航班。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我不辞职。成交。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哎，你妈交给我。今儿不是晴天吗？737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你叫什么？程潇，货运部的。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顾部长，我想问您2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应该。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儿，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哎，等一下！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哎，哎，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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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呐？哎，您好，您车坏了，需要帮忙吗？就是检查一下，谢谢。没坏就好，没坏就好。那个，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
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来。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走吧。8182还在回程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2个停机位处。好，潞州的8158和8826呢，也在江苏境内，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潞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2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不行，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替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潞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可以。刚从国外出差回来，哦，对，美国，你呢？瑞士，我亲手飞的。你是陆航的飞行员？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战。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你好。好巧哦。陈机长讲的一切实行什么地方？中原路的乌鸦。台风来了还去跑吧？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什么腰椎、颈椎就报废了。瞬间心情雷暴转晴啊，太舒服了，谢谢你啊。谢谢倪总，快进去吧。再见。拜。哎，来一杯自由古巴。好的，今天也是可乐嘉宾。你不要揭穿我，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神秘职业。谢谢。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
的蛋糕，下午送到的。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潇潇啊，你妈我已经安抚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刚才不应该落地，当时的侧风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已经是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一个技术问题。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别呀，你不跟我聊，我这睡不着觉了，我就。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送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我回来了，落地了，落地了，落地了！哎呀，天哪里！哇，咦！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谢谢你的礼物，嘿嘿，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哈利，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过来，过来，过来！起飞啦！起飞啦！起什么飞呀？你想累死我呀？我回来了。欢迎回家。除尘仪启动，
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请开门。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点08分提醒你。晚安，睡个好觉哦。见了啊！瘦了。哎，又是忙碌的一天。顾部长好。早。你头发怎么回事？我忘记理了。马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1周，回去做检查。是。我现在就去理发。等等，飞哪儿啊？飞重庆。去吧。机管部，我是棍南亭。潞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刚才也吓死我了，我以为我也要被停飞了呢。顾部长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飞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了，被他停飞了1个月。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
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8公里？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不好意思啊，南天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谢谢顾部长。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好的，好的。那你先忙，我先走了。好，谢谢。孙老师，哎，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哦，我看看。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哎呀，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谢谢谢谢。好了，刚才我说到了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有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今天，蔡总，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3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没有，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哎呦，没有。这可是3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哎，我在想呢，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南田这样的晚辈，给他们指指路，带带他们，好不好？哎呦，岁月不饶人呢。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它跟不上啊。
这2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啊，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我收到了。啊，哎呀，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你可真会开玩笑。老蔡，我来了。哦，拿你最爱的那款。嚯，谢谢。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长考核了。你急什么呀？程潇，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撤了？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我，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的。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啊，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唉，那您呢？你跟我们一起过去？我想退下来了。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10年都可以。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7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什么？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您可是5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小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行医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啊，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着。
我打点饭，今天啊我请客。哎，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哎，你好。老蔡，怎么了？到了科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必须的。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南天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花心力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我赞同南亭的看法。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航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这不关起门来说嘛。程姐，哎，你好，小姐，小姐，凡哥。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这周整修完啊，线下737就要移交给费边了。这么快啊？
陈潇。自信、放松、专业，程潇 ，Go Go Go！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 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谁？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 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下面2位，程潇、宋宋，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各位领导好，各位领导好。坐吧。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 程潇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因为自由。 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啦，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 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 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一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林一成，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是，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的确是漏报了一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是。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好，下不为例啊。好。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好的，顾部长。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看看。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样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1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吗？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主驾驶不是我被换下来了。换成谁了？顾部长亲自带飞，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的。郭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快走了，小姐。
潞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E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等一下，把你的手势摘下来。我戴着手势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你自己没口袋？潞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参数稳定。调定起飞推力。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检查。排前轮。正上升。收轮。CMD VR 加到15以上。锦翼1。锦翼1绿灯。锦翼0。锦翼0灯灭。增压正常。起飞后检查单。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锦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鸟群。左发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你潘，潞州8513，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收到，潘。潞州8513，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口落。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潞州8513。接通自动驾驶。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观察员把机长拖出来，你坐左驾驶位置。啊？执行。准备重启，右发。中
击失败。泸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机头放低点。泸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洞4洞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我马上。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警音1，警音1，绿灯。警音5，警音5，绿灯。警音15，警音15，绿灯。放轮吗？不放轮。警音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注意地形，拉起来。300英尺。50英尺，防冲撞开始。40. Hold up. 30. 20. 10.客舱机组各就各位。车里检查单。车里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奖评是集合。谢谢啊。不客气。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
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你好，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飞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飞，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你看，我早就说嘛。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请进。江部长，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你还要考我一轮？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好。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你忙。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哟，这谁呀？回来了。这等多久啊？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你来这儿干嘛？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波音总部有收获？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长车型。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五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几乎整理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得空了打球啊！嗨，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再约。再约。夏至，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哎呀，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都要做到。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在社招哎。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你想学飞？哎，我才没那么傻呢。哎呦，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那你是？其实呢，人家是想知道空姐了。空姐？
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什么呢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戏吗？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哎呀，好了，我要去发简历了。南丁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马屁拍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我这不是提前想练练吗？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明天？明天？这么快啊？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谢谢部长。南丁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玩儿